这是被狗养大的女孩，她会与狗交流，四肢着地奔跑。被狼养大的人还会发出狼的叫声，彻底融入了他们的社会。最神奇的是被动物养了20年的人，这些被动物养大的孩子非常奇怪。让我们来看被动物养大的10个野孩子。据说长按点赞的人，今年绝对会运气爆棚，赶紧试试看吧。第10，狗女孩。奥萨纳的故事是一个极其令人心碎的故事。她出生于1983年11月4日。奥萨纳从3岁开始就被酗酒和虐待她的父母抛弃，她被留在了寒冷的房子外面，几乎快要死去。为了取暖，她爬进了一个农场院子里的狗窝，之后活了下来。从那时起，她的童年就一直和狗形影不离了。她没有机会像人类一样上学学习知识，而是学会了狗的几乎所有技能。她的父母没有试图寻找她，直到大约6年后，一位女士终于注意到她。当奥克萨纳获救时，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居然是在狗窝里被狗养大的。她不会说话，四肢着地四处走动，她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表情，看着其他人好像他们不是她的同类。奥萨纳被安置在一个精神残疾者之家里，在那里她学会了说话，尽管相当艰难，她最终学会了如何直立行走，用手吃饭，像人类一样表达自己。但她还是像狗一样，在得到东西后，经常会把它们藏起来。第9，猴子抚养的孩子。乔恩的童年也是悲惨的，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以暴力的方式夺走了母亲的生命。乔恩非常害怕，于是逃到丛林中，生活在野外。当时大约3岁的乔恩只能听天由命，在丛林中自生自灭。奇怪的是，一群猴子走近他，向他提供坚果和红薯。尽管猴子们刚开始有点谨慎害怕，但一段时间后，他们意识到乔恩不是威胁时，猴子们开始喂养他。他们让小男孩加入了这个团体，乔恩成为了他们家庭的一员。猴子们教他如何寻找食物和爬树。乔恩和他的动物伙伴们一起生活了几年，直到一位村民在一群猴子中发现了这个男孩。起初，他不敢相信乔恩是人，因为他浑身是毛，看起来非常像猴子，但有一点不同，没有尾巴。村民走进乔恩，把他带到村里。他身体并不健康，如果没有找到他，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而死。乔恩被成功获救后融入了人类社会，他声称自己非常感谢猴子，如果没有他们，他可能早就死了。第8，被猴子抚养的人。玛丽娜·查普曼生于哥伦比亚，自称1954年在家附近遭绑架，当时她年仅4岁。其后，她被歹徒遗弃在丛林里，并在那里生活了5年之久。一群倦尾猴悉心照顾着她，她模仿猴子的饮食习惯和发出的声音，甚至学会了爬树。她完全融入了猴子群体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她晚上睡在被挖空的树干里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玛丽娜被猎人发现，这才得以离开森林。但其苦难生涯并未从此结束，猎人把她卖给了哥伦比亚东北部城市的一个妓院。在妓院里，她经常遭到毒打。幸运的是，她在接客陪睡前成功逃走，但之后流落街头多年。在15岁左右，她成为一个哥伦比亚家庭的佣人。第7，柬埔寨丛林女孩。2017年，一名在丛林深处工作的柬埔寨男子发现了一个肮脏、赤身裸体、满身伤痕的女人潜伏在树上。对此，他非常疑惑，怀疑她是一个小偷。男子赶紧通知了警方，将她带回了山下。这个丛林女孩在1998年就失踪了，当时她只有8岁。据说这名女子年轻时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她被囚禁在家里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己逃离了家。被发现时，左手腕和脚踝上有很深的疤痕。在来到人类社会后，这个女人经常被前来围观的人打扰和纠缠，她不得不经常逃回丛林，而且一走就消失好几天。虽然她已经学会了自己吃饭、穿衣和洗澡，但仍无法与人交流。第6，狼养大的人。马克思的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因为难产去世了，8岁没到，
他就被父亲卖给了一个农民，之后一直跟着这个农民上山放牧。农民死后，马克思成了在山上生活的唯一一个孩子。之后，马克思决定独自在山上住下来。不知为何，他跟狼的关系非常好，他甚至和狼一起吃东西，狼妈妈也会扔肉给马克思。之后，他就成了狼群中的一员。渐渐的，他丧失了语言的能力，只会用各种动物嚎叫的方式来跟他们交流，已经完全成了一个野人。19岁那年，他被警察发现，警察强迫他下山，回归社会生活。在现代社会，他非常难以适应，甚至不敢过马路。最后，他又归隐山间，开始了隐居生活。他先后交过几个女朋友，但最终还是单身一人。第5，狼人姐妹。1920年10月，印度中部那波雷附近的村民们向辛格牧师报告说，他们在丛林附近看奇怪的东西，他们请牧师跟随他们前去调查。当他们来到丛林里时，看到了被一群狼围住的2个四肢着地的姐妹。当时人们营救他们时，2个女孩正处于多只狼的包围之中。在牧师的带领下，村民成功地射杀了母狼。他们将2位女孩命名为卡马拉和阿马拉，估计他们的年龄分别为8岁和2岁。依据牧师描述，这2个狼女长着畸形下颚，牙齿变得很长，它们的眼睛在黑暗里像猫和狗一样释放出野性的阳光。它们还继续四肢着地，像狼一样行走，喜欢偷生肉。它们甚至像狼一样气喘吁吁，舌头经常从嘴里伸出来。阿马拉在营救后的第2年就死了，然而卡马拉却一直活到了1929年。到那时，他已不再吃腐烂的肉，能够直立行走，并学会说50个单词。第4，小泰山。沙姆迪奥大约在4岁时的1972年，在一个印度丛林中被发现。当时沙姆迪奥和一群狼群待在一起，他皮肤黝黑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牙齿异常锋利，手上脚上全是老茧。之后他被送到一个修女的家中生活，当时他喜欢吃泥土和生肉。后来他学会了一些手语，也戒掉了吃生肉的习惯。他在13年后的1985年去世了。关于他的死因，可能是由于长期在野外生活，感染了一些疾病导致的。第3，野男孩彼得。1725年，彼得被发现独自生活在德国的一片森林里。当他被猎人发现时，他的行为和人差别很大。他不会说话，四肢着地走路，就像动物一样。据了解，12岁的彼得被乔治带到了伦敦，他想像养儿子一样抚养这个男孩。但男孩不喜欢穿衣服，也不会说话，教他任何东西都学不会。人们并不了解这个小男孩在森林里经历了什么，他是被狼养大的，还是被不同的动物养大的，人们一无所知。彼得的事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研究人员在研究后发现，彼得很有可能患有一种奇怪的疾病，这种疾病会导致发育困难。后来，彼得被带到乡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。直到他72岁时去世，他都没有学会2句话以上。第2，野蛮的孩子。维克托是一个野蛮的孩子，据说他在1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法国的荒野中。19世纪初，村民发现他时，他不会说话，身体上也布满了疤痕，因此被当局认为他曾在野外独自生活。这个男孩的另一个怪癖是他的选择性听力，他会忽略枪声，但是如果听到坚果壳破裂的声音，就会变得非常机敏，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。最后，他被托付给法国医生马克照顾。后来，马克给他取名维克多，并试图让他融入人类社会。维克多学会了洗衣服和穿衣服，还能理解马克医生基本的指令和问题，但他40岁就死于肺炎，而且他没有融入人类社会。在那么久的过程中，他没有学会人类的一句话。第1，狗男孩。男孩伊万米舒科夫出生于1992年，4岁时由于家暴离家出走，从4岁到6岁，他跟街头的4只野狗生活在一起。男孩找到吃的会和其他4只狗狗分享，反之，狗狗们找到食物也会分享。每个夜晚，狗狗都会把他挤在中间，让他抱着他们的温暖的肚子入睡。
伊万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人。有一次，伊万在搜刮垃圾桶时被周围的居民发现，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身后跟着4只恶犬，这实在太危险了。警察闻风赶来，他被送去一个人类家庭过正常的生活，但他已经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，行为也和野狗类似，没有家庭愿意收养他，他被社工扔到了孤儿院门口。后来又是狗狗选择和他在一起，给了他一个家。现在他已经融入了社会，曾效力联邦安全局，甚至被总统普京接见。这些野孩子够不够令你惊讶？谁的故事最悲惨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